一场学校大火过后，他没有死，却被困在画中世界。只要动笔画画，所有东西都能变成现实。可31年后，当他走出画卷，外面的世界早已彻底变天。谁能想到，学校燃起熊熊大火的那天，他不仅没有往外逃跑，反而拼了命地往美术室跑去。看着眼前熟悉的画架，他其实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既然横竖都是个死，那至少要死在自己最喜欢的地方。火蛇瞬间吞噬了整间画室，他本以为自己的生命就到此为止了，可等他再次睁开眼睛，周围没有烈火，反而满是刺眼的阳光和绿树。这地方绝对不对劲，他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？一晃眼1个星期过去了，吉奥居然掉进了自己亲手画的画里，可他心里还惦记着那场大火，不知道学校里那些孩子最后都安全逃出来没有。就在这时，草丛里突然钻出一只怪异的兔子，仔细一看，这小家伙居然长了3只眼睛。在这个鬼地方，时间过得特别诡异，连他自己都算不清待了多久。不过待了这么些天，他倒是摸清了这画里世界的生存法则。这第一条规则说出来，估计没人敢信，那就是指要他动笔画画，画出来的东西居然全都能变成真的。比如画个苹果，苹果就直接从画板上滚了出来；缺盐就画盐缺，工具就画工具。这下他直接实现了食物自由，再也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了。可是这个逆天的超能力并不是万能的，它有一个致命的限制，那就是他无论如何也画不出活生生的人，就算画出来了，也只是一具具温热的躯壳，根本没有呼吸和灵魂。不过他也想得开，没得到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反而能过清闲日子。紧接着他又发现了第2条规则，只要通过挂在树上的这幅画框，他就能和外面的世界产生联系，甚至还能直接从画里走出去。吉奥这一出来才发现，外面的世界早就变天了，距离当年那场大火居然已经过去了整整31年。还没等他适应这个新世界，外面就传来了动静，有人大喊着动手，各种攻击铺天盖地的砸了过去。看这架势，是要把眼前的怪物彻底消灭。外面这动静可真不小，各种超能力满天飞。吉奥一看这架势，心里顿时打起了退堂鼓。在这个怪物横行的现代社会，他可没信心能活下去。既然外面这么危险，那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他的画中人。于是他二话不说，直接缩回了自己的安全屋，顺便还总结出了第3条铁律，那就是画框外面太危险，老实待在里面才是王道。这片森林居然自己长出了一套生态系统，本来他只画了一栋2层小木屋和一片森林，结果现在倒好，各种他根本没画过的植物和地标莫名其妙的到处冒了出来。最神奇的是，这画里的所有活物对他都特别友好，毕竟这地方是他亲手画出来的，这些小家伙天生就对他有种莫名的亲近感。不过最让他意外的还是第4个发现，随手捡起一颗野果，眼前居然直接弹出了系统说明，甚至连炼药的方法都写得清清楚楚。这幅画里的秘密好像比他想象的还要多。这突然冒出来的系统面板着实把吉奥吓了一跳。不过这可不是森林的专属规则，而是大灾变之后觉醒者才能看到的画面。听说在外面大家都管这群人叫猎人，整得跟玩游戏似的。最让吉奥纳闷的是，自己居然也莫名其妙的觉醒了，而且偏偏是在自己画出来的世界里。这感觉就像在玩休闲游戏，每天就是收集和做饭。吉奥看着眼前的炼药说明，虽然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用上，但既然材料都齐了，那就顺手炼个药试试。这大概就是失业生活里唯一的新乐趣了，不用上班，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这小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舒服。至于今天的午餐，他打算做个蜜汁红薯，木屋里要啥有啥，花上3个小时做一顿饭，这种慢生活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脆响，这声音好像是从入口那边传来的。要知道那扇门后面可是现实世界，难道是有人闯进去了？更糟糕的是，这个世界隐藏的最终规则似乎要被触发了。谁能想到刚才那声脆响过后，整个空间直接就变了，原本温馨的小木屋没了，只剩下一间破败的废墟。更诡异的是，废墟正中央居然多了一幅画，而画里的人居然就是吉奥自己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他居然真的变成了画里的人，连动都动不了，这到底是什么鬼规则？本以为要被一直困在画里了，结果这诡异的黑雾一下子全涌了出来。黑雾刚散开，耳边就传来一阵奇怪的滴答声。在这黑漆漆的地方，这动静听着让人心里直发毛。吉奥死死盯着眼前漆黑的走廊，周围死寂的有些诡异。难道刚才的动静只是路过的野兽？还没等他松一口气，头顶上方突然传来粘稠的滴答声，诡异的黑色液体正顺着画框不断往下流淌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对比现在这诡异的动静，以前在画里的日子简直就是天堂。那时候他每天采摘果子，研究各种新菜谱，日子过得无比惬意。他甚至想一辈子躲在画里，永远都不要出去，吃饱了就睡，没有任何烦心事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样安逸隐士的生活这么快就要彻底到头了。黑暗的废墟中突然传来了细微的说话声，明显是有寻宝猎人摸了过来。两人一边走一边嘀咕，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画作，周围明明早就烧成了焦炭，这幅画却连个火星都没沾上。其中一人凑上前去，用手电筒仔细照亮，画框下方赫然写着桀骜的肖像，画卷上能自动浮现出名字，这绝对是件稀世珍宝。在这荒山野岭的废墟里，他只可能是从地下城掉落的产物。同伴兴奋地催促赶紧打包带走，另一个男人却有些迟疑，这玩意儿真的值钱吗？同伴冷笑一声，收藏家工会绝对会为了他发疯，咱们这回要发大财了。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画卷的主人吉奥此刻正在画中冷冷地盯着他们。就在吉奥躲在画里享受清闲时，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。
这幅画的入口竟然开始自我移动，它穿过农田，越过高楼，最后伴随着一道刺眼的光芒，直接降临在顶级拍卖会现场。台下坐满了各界的大人物，而桀骜的肖像画就这么毫无防备的暴露在所有人眼前。神秘画卷一亮相，瞬间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。台下的买家们个个眼神狂热，竞价牌此起彼伏，价格一路疯狂飙升，所有人都想把这件神物据为己有。就在价格突破天际时，一位神秘买家直接开出了无法拒绝的高价，势必要将它拿下。拍卖会刚结束，这幅画就被秘密运走。运送的电梯穿过重锁链与魔法封印，一路降落到最深处，伴随着叮的一声，电梯停在了地下5层。一名白大衣研究员捧着画卷，快步穿过阴暗的走廊，两旁堆满了贴着符咒的危险道具。这里显然是存放禁忌物品的地下宝库。他们把桀骜的画送到这里，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穿过重封印，白大衣研究员终于将画挂上墙壁，它成了这里最特殊的藏品。看着画中的桀骜，研究云由衷的赞叹，这简直是神级杰作。可他做梦也想不到，画里的人其实是活生生的存在。原来买下画卷的幕后黑手是收藏家工会的会长毕萨博，他不仅是强大的 S 级猎人，还拥有极其罕见的鉴定技能。看着被带回来的神秘画作，手下忍不住开口劝阻，认为这次的行动实在太过冒险。毕萨博却轻轻抚摸着画框，冷笑反问：“你居然想让一个收藏家放弃收藏？既然被我的眼睛看中，这幅画我就绝不可能放手。”手下心疼不已，提醒会长这次砸下了无法想象的重金。毕萨博却根本不在乎，手下急得满头大汗，直言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。连猎人协会会长都在死死盯着这幅画。毕萨博听完反而笑得更加狂妄，能让各方大佬抢破头的宝贝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这一切还要从31年前那场大灾变说起。当时异维度与地球碰撞，无数怪物铺天盖地涌入人间。当年神明降临，差点毁灭地球。关键时刻，一位神秘女子创造了系统，将人类从灭绝边缘拉了回来。这位拯救世界的传奇人物，就是如今的猎人协会会长段海拉。他平时对收藏毫无兴趣，这次却在拍卖会上直接开价2000亿。得知这个消息，连毕萨博也彻底震惊了。连这位天花板级强者都亲自下场抢夺，这幅画的来头恐怖到让人头皮发麻。连毕萨博这种级别的鉴定大师甩出 S 级鉴定术后，系统面板上居然显示全是乱码。手下这下彻底服气，连忙弯腰为自己的浅薄道歉。毕萨博摆了摆手，表示并不介意，随后却叹了口气，说出实话：其实连他自己也根本看不透这幅画。手下瞬间在原地听傻了眼，花了2000亿买回来的神物，竟然连买家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底细。手下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您可是凭借鉴定术成为 S 级猎人的强者，更是收藏家工会的会长。如果连您都看不透他，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？看着手下紧张的样子，毕萨博却是一脸轻松，调侃他拍马屁对自己没用。手下急忙反驳自己绝无此意。手下这下彻底明白，这幅画的危险程度远超以往所有藏品。毕萨博却狂笑起来，正因为足够危险，他才必须弄到手。看着画中闭眼沉睡的桀骜，毕萨博也忍不住暗自琢磨，这画里的人到底是谁？凝视着那细腻到极致的笔触，他由衷赞叹，这简直就是世纪，绝对是世间罕见的至宝。毕萨博越看越觉得毛骨悚然，这幅画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把一个活人硬生生关在里面，那股扑面而来的生命力真实的可怕。还没等他仔细研究，画作下方突然撕裂开一个巨大的黑色深渊，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彻底吞噬。毕萨博整个人被恐怖的力量定在原地，忍不住发出惊骇的呼喊：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深渊底下漆黑一片，死寂之中突然亮起一双金黄色的眼眸，这里深不见底，却又闪烁着斑斓的星光，仿佛将一整片宇宙都塞进了画中。还没等毕萨博看清真相，画面瞬间切回肖像画，画中的桀骜依然闭着双眼，仿佛对外界的异变毫无察觉。毕萨博这下彻底陷入了狂喜，连他的鉴定眼都无法看透，说明这绝对是超越认知的无价之宝。他忍不住放声大笑，我就知道这幅画绝不简单。可外面的疯子是在高兴，画里面的桀骜却遭了殃。魔性的笑声顺着画框传进来，听得他直犯嘀咕。看着眼前不断震颤的画面，桀骜这回是彻底慌了神。在这看似平静的木屋里，桀骜却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。虽然他早就发现画卷外的世界最近一直在变，但怎么也没想到这幅画外面居然有人在跟自己搭讪。画框外的毕萨博笑得一脸灿烂，甚至还礼貌地敲了敲画框，问他能不能听到，甚至还热情地邀请他要不要一起聊聊天。桀骜直接用行动给出了回答，他默默地转过身去，用后脑勺写满了拒绝。桀骜仔细观察着外面的世界，这里装修的极其奢华，显然是一个被精心呵护的私人展厅。可这下问题严重了，因为这里是他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。如果现在冒冒失失走出去，绝对会被当成非法闯入者，直接被送进局子里。更糟糕的是，要是被发现画里有活人，被当成邪门怪物一把火烧掉，那可就真的彻底玩完了。看着画里桀骜那毫无反应的模样，毕萨博叹了口气，觉得是自己刚才有些太粗鲁了。既然对方现在还不想搭理他，那今天就先到此为止。临走前他还不忘热情告别，说明天会再次过来拜访。可这话传进画里，桀骜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本以为能清静一阵子，结果这家伙明天居然还要来，这下可真是彻底甩不掉了。桀骜在画里的悠闲日子
每天都是从一顿美餐开始的。刚吃饱喝足，他又琢磨起别的事情。之前采摘的花果已经晒干，正好拿来泡壶花茶当饭后甜点。看着这些精心晾晒的材料，万事俱备，可他突然愣了一下，坏了，自己好像根本没有茶具。没有茶具该怎么办？这根本难不倒桀骜。既然缺东西，那就自己动手画一个，反正这画里的世界全部由他说了算。随着画笔落下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这画在纸上的茶壶居然直接被他拿了出来，变成了真正的实体。这下可好，连买茶具的钱都省了，直接倒上热水，美滋滋的享受下午茶。桀骜美滋滋地尝了一口，味道确实非常不错。其实这可不是普通的茶，而是他用系统给的炼药方法特意制作出来的药茶。虽然系统面板显示这茶能止血，还能提高免疫力，可桀骜却有点犯嘀咕，毕竟在这幅画里，他根本没办法验证药效。自从掉进这幅画里以后，桀骜就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异样。虽然他还能正常的吃喝拉撒睡，但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任何生理需求了。他感觉不到冷热，平时也根本不会流汗，甚至连厕所都不用上了。这简直就像是某种超凡的进化。不过对于桀骜来说，最让他高兴的其实是另一件事，那就是他终于彻底摆脱了打扫厕所的痛苦。现在最让桀骜头疼的，还不是周围的动静，而是外面那个一直叫他主人的家伙。算下来，这人已经在外面磨了他整整11天，天天在画框外面念叨，问他一个人待着闷不闷？怎么可能闷？桀骜只想安安静静的过自己像土豆一样无害又平静的生活。不过好在系统给出的提示显示，这个一直烦他的家伙安全指数居然有4颗星，看来暂时还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危险。桀骜心想，虽然挺感激这家伙态度这么好，但是对方的唠叨实在让人头疼。外面的声音还在不停的念叨，主人，您在画里光是眨眨眼，可真要把我给急死了。我是真想跟您好好聊聊啊。原来为了讨好画里的人，这家伙居然在地上准备了一份大礼。毕萨博看着地上的祭品，有些纳闷的自言自语，难道这个祭品不合您的胃口吗？他摸着下巴琢磨起来，一般来说，最受欢迎的祭品当然是罪人，或者的是一个完全无瑕的纯洁之人。想到这，毕萨博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想找个罪人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只要您开口，想要什么样的罪人，我都能给您弄来。只要桀骜开口，要什么他都能给弄来。可桀骜根本不想搭理，这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只要自己回应一次，以后绝对会惹上甩不掉的麻烦。外面的毕萨博还在纳闷，是不是因为自己说韩语对方听不懂？可他之前已经换了27种语言，话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，只能继续在外面一声声喊着主人。桀骜在画里悠闲地喝着茶，虽然茶挺香，但被外面这么一直念叨，他感觉自己都快消化不良了。关键是桀骜已经知道了外面这家伙的身份，听那些工作人员说，这人可是韩国前3大财阀之一的会长。看着画框外会长的身影，桀骜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堂堂一个大财阀会长，不老老实实去上班，跑这儿来折腾一幅画干什么？毕萨博叹了口气问道，你真的不打算跟我聊聊吗？可画里依然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毕萨博无奈地笑了笑，行吧，那我下次再来看你。等这家伙一走，耳边总算清静了。桀骜在画里喝着茶，虽然这家伙天天在外面烦他，但确实没从他身上感觉到什么恶意。其实桀骜心里也明白，外面的家伙虽然烦人，但心眼并不坏，只是天天这么折腾，确实让人有点吃不消。不过他倒是一点都不慌，因为他知道谁的热情都有个限度，对方迟早会有放弃的一天。就像今天这样，那家伙不是已经提前走了吗？等对方彻底没了耐心，自己再出面也不迟。可桀骜也有自己的顾虑，万一外面那家伙脾气上来，觉得这幅画根本没法沟通，一气之下直接放火烧画，那事情可就真闹大了。要是这幅画真的被毁了，那他所在的这个画中世界恐怕也会跟着一起崩塌。桀骜可不想就这么平白无故的给这幅画陪葬，所以他必须得想个办法把这幅画的控制权给夺回来，毕竟这是他唯一能通往外界的出口。就在桀骜还在画里琢磨对策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可没闲着。伴随着叮的一声，电梯终于停在了地下5层。凌晨4点，工作人员照常来巡逻，温度湿度都挺正常，没发现什么不对劲。最后只剩下那幅画了。可等他走过去一看，整个人都傻眼了。明明登记的是肖像画，怎么现在变成了一栋房子？女人揉了揉眼睛，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地上居然凭空多出了一双光脚。这下真的要出大事了。女人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可身后明明什么都没有。在这空无一人的大厅里，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毛。就在这时，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问候：“你好。”接着那个声音又问：“要和我聊聊吗？”这里是韩国3大工会之一，大名鼎鼎的收藏家总部。这个美术馆安保级别极高，除了会长毕萨博和特定买家，只有300个持证的猎人策展人才能自由进出这里。此时，一名银发策展人提着箱子，正急匆匆地往里面走去，看样子里面已经出事了。地下5层突然传出异样，刘成云提着箱子准备乘电梯下楼，他一边按下电梯按钮，一边低声嘀咕着：“听说这地方最近在闹鬼。”还没等电梯门开启，值班员工就急匆匆迎面走来，对方神色慌张凑了过来，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。值班员工压低声音透露，地下5层的那个展厅最近2周已经收到17次投诉。刘成云听后有些意外，居然累积了整整17次。其实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，他们的会长毕萨博是个艺术疯子，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，哪怕是怪物也会强行收下，所以这里闹鬼是迟早的事。突然大楼深处传来一声惨叫，
虽然闹鬼在这里不算新鲜事，但刘成云还是觉得有些反常，毕竟17次投诉确实多得离谱。之前因为事情没有闹大，人事部门还能勉强封锁消息，没让这些风言风语传到外界。可如果继续这样闹下去，谁也没法保证还能瞒多久。刘成云默默喝了一口咖啡，旁边的值班员工满脸愁容，叹气说这次绝对要加班了。对于这种突发状况，刘成云早就已经见怪不怪。他捧着热咖啡，直接开门见山询问这次需要自己做什么。值班员工顿时像抓到救命稻草，笑着夸赞刘成云靠谱，甚至半开玩笑的提议让他直接接任行政总经理。刘成云笑着摆手拒绝，表示这个职位自己吃不消。对方却提起他以前的辉煌历史，他曾是协会里最年轻的研究组长。刘成云无奈地解释道，当初离开协会闹得沸沸扬扬，现在他只想低调行事，实在不想再出什么风头。员工听完也只好叹气作罢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任务是赶紧解决展厅里的麻烦，毕竟闹鬼传闻对工会名誉不利。员工一边说着，一边递过去一份目击报告，打算下周就安排员工安全培训。刘成云翻看着手里的报告，上面详细记录了鬼魂的特征：身高1.88米，身穿黑色斗篷，而且每次出现都是同样装束，甚至连画像都画了出来。目击者还保证对方长得极帅。报告里还提到诡异的细节，比如根本无法与他对视，走路没有任何声音，说话时周围会变得异常安静。刘成云看着这些一致的证词，忍不住低声嘀咕：这家伙既然是怪物，而且还藏在美术馆里，却根本没有打算隐藏自己，这件事情确实非常反常。刘成云看着报告，越发觉得不对。这家伙出现的频率极高，但直到现在为止，居然没有伤及任何一个人。要知道，以前只要有怪物出现，就绝对会伴随着流血冲突。从地下城里走出来的家伙，可全都是奔着要人命去的。如果真有不伤人的怪物，那简直就是破天荒的奇闻。这消息一旦传出去，绝对能登上全球新闻头条。要是这事被协会提前知道，在公众发现之前，这个怪物绝对会被永远关押，当成研究对象来对待。刘成云指着报告上的记录，纳闷地询问送礼物是怎么回事。根据目击者的描述，大家第一次遇到这个鬼魂时，他居然主动要求对话，表现的就像个正常人类。刘成云忍不住吐槽，谁会相信怪物是人类？这家伙到底在装什么？又或者他真以为自己是人类？总之在那之后，他主动和工作人员交换名字，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吉奥。即便工作人员吓得不敢抬头，这个黑斗篷男人也毫不在意，依然自顾自地搭话。而且聊天的内容全都是些最普通的家常话，他从不打听别人的隐私，要是对方不想回答，他也绝对不会死缠烂打。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，只要能陪他把话聊完，他就会主动送上一份礼物。刘成云看着报告上的记录，疑惑这怪物送的会是什么。刘成云翻开报告一看，顿时整个人愣在原地，上面记录的礼物竟然全是食物。旁边的助手也证实了这一点，看着照片里的饼干和糖果，刘成云忍不住吐槽，这怪物到底什么来头？送的礼物居然像在哄小孩，简直就像各家养的宠物。刘成云有些头疼地询问有没有分析过这些食物的成分。助手解释说，会长手头有囚犯，于是直接用囚犯做了人体测试，可测试出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刘成云摸着下巴追问，难道那些食物里有毒？助手摇了摇头解释道，恰恰相反，那些根本不是毒药，而是货真价实的灵丹妙药。听到这个回答，刘成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助手继续汇报，那些看似普通的饼干糖果，居然能治疗贫血和感冒，甚至还能止痛退烧，只要吃下去就能治好所有病症。至于这些普通食物为什么会拥有神奇的药效，研究团队目前也完全摸不着头脑。刘成云听完眉头紧锁，看来这个怪物远比想象的难对付。这怪物不仅能看穿活人状态，还能凭空制造出影响人的东西，甚至能完美隐藏自己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工会展厅。刘成云心里很清楚，这家伙的级别绝对高得离谱。助手在一旁搭腔，最棘手的是对方还带着善意，这下事情反而变得更复杂了。刘成云也感到十分棘手，要是对方直接大闹一场还好办，现在这样打又打不过，拉拢又拉拢不了，才是最麻烦的。其实地下城文明展现的善意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。就在11年前，几个国家联合派出外交代表团，试图去跟另一个维度的文明沟通。去的人确实都安全回来了，但他们全都被改造成了畸形。在那些高等文明眼里，人类的身体结构实在太落后，所以他们出于好心，顺手帮代表团重塑了身体。这种自以为意的善意，对人类来说简直就是噩梦。所以怪物终究还是怪物，地下城生物也被列为绝对死敌。看着桌上神奇的饼干糖果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刘成云心里很清楚，这次的对手绝对是个硬骨头。不过他还是合上文件，主动把这差事揽了下来。毕竟处理这种棘手的怪物，本就是他的拿手好戏。看着一脸感激的助手，刘成云拍了拍对方的肩膀，表示这都是自己的分内事。就在他拎起箱子准备离开时，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因为他想起了一个关键线索，那就是这些怪事开始发生的具体日期。这一切的起因要追溯到会长把吉奥的肖像画放进地下5层展厅的那一天。随着电梯门缓缓合上，刘成云正式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。会长毕萨博忍不住大笑起来，对刘成云说道，这件新艺术品就交给你负责了，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差事。这下好了，加班是绝对逃不掉了。他随手剥开一颗糖，狠狠地咬碎，伴随着清脆的提示音，电梯终于抵达了地下5层。负责调查的刘成云已经赶到了现场。凌晨4点29分，时间刚刚好。刘成云屏住呼吸，目标果然出现了。
走廊尽头站着一个黑影，身披黑色斗篷，光着脚，身高足有1.88米，这特征与报告完全一致。那个神秘的家伙真的现身了。他只在黎明时分现身，要么是察觉到了视线，要么是行动受到规则限制。既然是类人生物，大概率是后者。这家伙比想象中更狡猾，不过他的出现规律极难捉摸，今天能撞上，运气确实不错。刘成云决定先不急着动手，他发动环境音，调整技能，瞬间抹去了周围所有声音。传闻中这家伙走路毫无声息，普通人根本无法察觉，但刘成云立刻开启听觉技能，终于捕捉到了破绽。对方脚下有极其微弱的木材，这绝不是一个高大男子该有的脚步声。难道从一开始他就在刻意隐瞒着什么？更反常的是，这家伙居然在画作前驻足，这里可是存放危险品的地下层，他却只看不用手碰。他究竟是拥有极高的智商，还是在寻找特定的道具？刘成云不得不提高警惕。刘成云在暗中小心观察，可那个戴着兜帽的黑发男人却突然停下了脚步。糟糕，两人的视线直接撞在了一起。还没等刘成云做出反应，对方的眼眸中突然绽放出诡异的光芒，恐怖的深渊威压瞬间降临，狂暴的力量铺天盖地而来，将刘成云死死笼罩在内，连退路都被彻底封死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四周明明是一片漆黑，却又亮得让人无法睁眼。在这片无尽的黑暗深处，隐约盘踞着一个庞然大物，散发着让人无法反抗的威压。还没等刘成云看清虚实，黑暗中猛然睁开一双血色巨眼。面对这未知的恐怖存在，局势瞬间失控。下一秒，那股窒息的压迫感烟消云散，刘成云猛地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依然站在展厅里。刚才的经历简直像一场噩梦，让人分不清现实与幻境。此地实在太过诡异，必须立刻撤离。刘成云刚来到地下5层，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他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循着声音飞奔而去。可当他停下脚步时，眼前只有一幅挂在墙上的肖像画，画中的人正是吉奥。看着空无一人的走廊，刘成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家伙居然已经躲回了画里。刘成云平复着呼吸，心中一阵后怕，担心自己刚才的举动已经彻底激怒了对方，第一天的调查只能被迫结束。而此时，在画卷深处的森林里，吉奥正毫无形象地拍着胸口，他也能骂那个人类为什么会躲在暗处吓人。吉奥暗自琢磨，难道那个人类是在害怕自己？毕竟以前的馆内员工一见到他就会吓得落荒而逃。可刚才明明是自己先逃跑的。吉奥看着空荡荡的画框外，发现对方已经离开了，看来以后还是老实当个画像吧。要是误会继续加深，那可就真的麻烦了。吉奥独自坐在森林里，心里总觉得那个人还会再来。看着身边聚拢过来的小动物，他试探着想要伸手抚摸，可手还没碰上去，小家伙们就吓得四散奔逃，这让他十分无奈。要是能有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宠物就好了，要是能有一只可以让他尽情拥抱的宠物，那该有多好。可惜现在他只能看着画不发呆。转眼到了调查的第2天，那幅神秘的肖像画依然静静地挂在墙上，画中的吉奥看起来毫无异样。可当刘成云再次来到画前，却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本以为这家伙昨天被吓跑后会彻底躲起来不露面，没想到今天依然老老实实待在画里。既然目标还在，调查工作就能继续进行。昨天的交锋已经证明，这幅画绝非寻常怪物，必须尽快摸清它的规则，否则谁也无法全身而退。刘成云凝视着眼前的画像，仅仅是与画中人对视，就让他感到极大的精神压力。在大灾变之后的混乱世界里，面对层出不穷的怪物，人类必须先摸清他们的底细，才能找到共存的办法。而眼前这幅画里的吉奥究竟能不能与人类共存，这才是最关键的谜底。就在这时，画中的吉奥主动开口，询问要不要聊聊。刘成云没有拒绝，笑着答应了下来，毕竟顺从怪物的意愿也是一种生存法则。可没想到聊完之后，画中的场景突然发生变化，吉奥甚至给他打出了5星好评。吉奥双手合十，觉得眼前的人类真是个大好人，心中满是感动。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吉奥对这个人类的印象那是相当不错。面对一幅会说话的魔画，对方不仅没有丝毫恐惧，反而主动为昨天的事道歉。这份胆识和礼貌让吉奥感到十分舒适。刘成云客气的回应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了不少。吉奥主动询问他的名字，刘成云心里顿时警惕起来。毕竟在怪物的世界里，真名一旦被对方掌握，很可能会被强行绑定灵魂契约。之前那17个受害者估计就是这样中招的。但刘成云决定赌一把，大方地报上了自己的真名。吉奥微微点头，表示记住，接着反问他：“你脸上写满了疑问，是想问我什么吗？”刘成云直接抛出关键问题：“昨天走廊里出现的黑影，是不是就是你？”没想到吉奥毫不犹豫地承认了，这坦率的态度反而让刘成云有些措手不及。他顺藤摸瓜，继续追问：“你是不是能直接从画里走出来？”吉奥的回答依然干脆，说自己确实可以。刘成云这下彻底无法淡定了，毕竟在人类的认知里，怪物绝不会轻易交代底牌，可吉奥却觉得这根本无需隐瞒。刘成云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坦白，吉奥回答：“因为你开口问了。”刘成云继续试探：“如果我是不怀好意来打听的呢？”吉奥却一眼看穿，说刘成云是个善良有礼貌的人，所以自己才愿意回答。这下刘成云彻底坐不住了，这家伙居然能分辨善恶，如果被他判定为恶人，会不会被直接抹杀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吉奥再次开口询问：“你还有别的问题吗？”刘成云抛出下一个问题：“最近在展馆里送礼物的幽灵，是不是就是你？”吉奥突然沉默了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这反常的反应让刘成云心里发毛。过了许久，吉奥才悠悠地反问：“幽灵？”刘成云见状赶紧道歉，生怕惹怒了对方。
其实吉奥心里十分郁闷，原来大家一直躲着他，是因为把他当成了幽灵。不过他也承认，一幅会说话的画确实挺吓人。吉奥突然语出惊人，说自己其实从来没有死过。刘成云听完更加纳闷，难道这家伙一出生就是幅画？那他在展馆里到处乱逛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吉奥解释说，自己一睁眼就变成了画，还被莫名其妙送到了这里。他只是对周围感到好奇，想看看这里的藏品，了解一下人类的生活。在这个异变的世界里，独自待得太久，谁都会渴望找人交流。吉奥直言想要生存就必须社交，但他那毫无感情的语气，反而让刘成云心里直打鼓。吉奥接着补充道，特别是像你这样有礼貌的人。随后他话锋一转，比起这里那个红彤彤的负责人，还是普通员工更适合聊天。刘成云立刻反应过来，对方口中的负责人难道是指工会会长毕萨博？结果吉奥只是淡淡的回应，那个人话太多了。这回答让刘成云哭笑不得。听到吉奥如此嫌弃会长，刘成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。难怪这次任务的情报少得可怜，原来是会长太唠叨，直接被吉奥拉黑了。刘成云赶紧替会长道歉，好在吉奥并没有生气，在他看来只要没有恶意就无所谓，这让刘成云暗自心惊。面对 S 级猎人还能如此从容，只要不触碰底线就绝不伤人。可这家伙表现得越无害，就越让人摸不透他的底细。吉奥主动开口询问，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刘成云看着画像追问，你平时闭着眼睛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？是不是一直躲在画里观察大家？吉奥解释自己并未刻意监视，只是像看窗外风景一样随便看看。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，只有当他想与外界沟通时，画像的眼睛才会睁开。这个规律还是他在烧毁的学校里通过碎镜片发现的，平时他只能闭着眼安全地看着外。吉奥突然意味深长地说道，既然你进了画框，那我就只能看着了，毕竟会动的画确实很有意思。刘成云顿时荒谬地意识到，原来在吉奥眼里，真正的画根本不是他自己，而是外面这些走来走去的人类。他有些无奈地感叹对方的直接，吉奥却觉得理所当然，认为自己已经非常讲礼貌了。刘成云拎起箱子准备离开，这次的沟通出乎意料的顺利。临走前，他客套地表示谈话很快，第二天的调查就此结束。转眼到了4日早上9点，会长办公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，属下急匆匆地冲了进来，惊恐地大喊：“那家伙太危险了！”而坐在椅子上的会长却一脸淡定，慢悠悠地端起茶杯笑问道：“到底什么东西危险？”刘成云神色凝重地解释：“那幅画里的吉奥和他们以前遇到的怪物完全不同，那些怪物只会用伪装的善意，一步步把人类逼入绝境。而吉奥最特别的地方在于，他打心底里觉得自己就是人类。至于他是真的坚信这一点，还是只是渴望成为人类，现在谁也无法确定。这种看似无害的存在，一旦彻底失控，后果根本无法想象。最麻烦的是，吉奥有着自己的一套善恶标准，并且会以此来评判所有人。”刘成云心里直犯嘀咕，要是吉奥遇到真正的恶人，恐怕会瞬间失控。他试探着提议，要不把画像送去协会当研究材料。毕萨博却只是微微一笑，反问他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要送走他。刘成云瞬间明白了会长的意图，他就知道这个会长舍不得。毕萨博笑眯眯地交代新任务，让刘成云继续去接近吉奥，顺便把他也介绍给对方。这个要求让刘成云十分无语，毕萨博还特意叮嘱，一定要打听清楚吉奥的喜好，免得自己下次去又被无视。看着会长哈哈大笑的模样，刘成云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，说这都是会长自己招人的问题。谁能想到，这位会长对收集的执念，竟然连这种危险的怪物也想纳入自己的收藏。要知道，这家工会里的所有员工可都是会长亲自培养的精英，不管等级多低，意志力都绝对过硬。可就是这样一群人，光是站在那幅画前，思维就会被彻底干扰。这只能说明一件事，吉奥的灵魂等级高的可怕。刘成云如实汇报，说自己会定期观察，但因为没有同类可以对比，短时间内很难查清吉奥的底细。毕萨博听完只是笑了笑，示意他先退下去。看着会长的反应，刘成云忍不住怀疑，毕萨博这个男人该不会是真的想毁灭世界吧？转眼到了第3天调查，刘成云坐在画框前，冷不丁问了个问题：“你一个人待在这，难道不觉得寂寞吗？”吉奥的回答相当干脆，说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寂寞。刘成云赶紧解释说，要是问得太冒昧了就道个歉，他只是觉得平时除了管理人员，根本没人会来这地方，还以为吉奥偶尔跑出画框是为了出来透透气解解闷。结果吉奥根本不领情，直接表示自己就喜欢没人的地方，现在这样反而刚刚好，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。刘成云心里直犯嘀咕，只能试探着问，那你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挺不舒服的？吉奥倒是一点没介意，说自己以前说了太多的话，所以一直渴望着一个不需要一直开口的未来，不用说太多话，不用被各种规矩束缚，更不用去操心那么多破事。他一直都在找这样一个地方，而现在这个画框刚好能满足他的愿望。这番话信息量太大，刘成云沉默了半晌，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，你以前也是人类吗？可吉奥接下来的回答却让气氛彻底变了，他说，我现在也依然是人类。刘成云赶紧换了个问法，问他以前是不是没在画里，只是个普通人。吉奥的回答非常干脆，说自己以前确实是。其实人形怪物一共分2种，一种是天生的怪物，后来慢慢进化成了人形，另一种则是原本的人类，因为某种原因变成了怪物。这么看来，吉奥应该就是第2种了，难怪他一直坚称自己是人类。可要是这样，事情反而变得更诡异了。一般来说，保留人类记忆的怪物很
很容易被负面情绪逼疯。但吉奥却安静的有些反常，这种安静不像是和平，反而更像是在参加一场葬礼，就像在悼念谁的死亡。刘成云试探着问：“那你平时不觉得无聊吗？”吉奥回答：“偶尔吧。”刘成云又问：“那你无聊了都怎么解闷？”吉奥的回答非常干脆：“一般就是吃顿饭。”这话一出，刘成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一个被关在画里的怪物，他说的吃饭能是什么？一幅画居然还要吃饭，这下刘成云彻底懵了。可吉奥却说自己非常享受吃东西的过程。看着吉奥那副冷淡的样子，刘成云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家伙可是个怪物，他说的食材该不会是人类吧？为了确认真相，刘成云只能硬着头皮追问，问他平时到底是怎么吃东西的。结果吉奥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意料，他说自己会先选好想吃的菜，然后去收集食材自己动手做，甚至还展示了昨天刚做的烤肉。吉奥理直气壮地回答，因为自己是个普通人类，还嫌弃这问题问得太奇怪。这解释一出，刘成云反而更犯嘀咕了，这么解释反而更不像人类了吧？吉奥倒是一脸无所谓，接着抛出了画像的几大规则，在这里画出来的东西都会变成真的，它能通过挂在树上的画框和外面互动。这片森林本身就是一个世界。吉奥反问刘成云，是不是很好奇他在画里还能做什么？其实吉奥自己也想知道，在这个画像世界里，到底还有什么事是他办不到的。吉奥突然提议，想让刘成云帮个忙，测试一下他一直好奇的事，毕竟待在画框里，也有只有他能享受的乐趣。刘成云有些纳闷，这要怎么操作？吉奥看着他直言，这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，而刘成云就能给他带来这种乐趣。这话一听就不太对劲，刘成云顿时警惕起来，他试探着问，你说的乐趣到底指什么？毕竟脑子里闪过的全是献祭和鲜血交易的画面。结果吉奥只是淡淡的说了句，请在这幅画上画个苹果。刘成云有些迟疑的问，要在画像上直接画吗？吉奥的声音从画里传出来，没错，这并不难吧？虽然心里100个不情愿，但现在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。吉奥有些好奇的问，你出门都随身带画具吗？刘成云一边动手一边回答，在这鬼地方不多准备点东西防身，根本活不下去。要是今天没带这套工具，恐怕现在已经没命站在这里了。刘成云在画布上画了个红苹果，看着自己这粗糙的画工，他有些尴尬的解释，这画的可真不怎么样。没想到画里的吉奥道了声谢，下一秒一只手竟然直接从画里伸了出来，把那个画出来的苹果给拿走了。这一下刘成云整个人都看傻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吉奥拿起苹果直接咬了一口，这画出来的东西他居然真的能吃下去。看着空空如也的画布，刘成云整个人都傻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居然真的吃掉了那个画出来的苹果，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。眼前发生的一切让他一时间根本无法思考。刘成云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眼前这离奇的画面他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吉奥一边嚼着苹果，一边还挺满意的评价，说这苹果不仅熟透了，闻起来还特别香。刘成云看着手里的画笔，有些想不通，这明明是用最便宜的颜料画的，怎么到了画里连气味和口感都变得这么真实？吉奥倒觉得这很正常，他解释说自己只是画里的普通人，既然这个世界的规则是这样，那他能做到的事情可就太多了。比如平时懒得做饭，他就会随手在画里画点好吃的，直接拿来填饱肚子。这下麻烦了，这幅画的能力显然比刘成云预想的还要可怕。刘成云直接指出，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吃下画出来的东西。吉奥听完有些纳闷，反问这真的很奇怪吗？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吉奥表示自己明白了。为了报答刘成云帮他画苹果的恩情，他决定送个回礼。这下轮到刘成云心里犯嘀咕了，不知道这家伙又想搞什么花样。其实在吉奥看来，刘成云这个人还挺善良的，面对一幅画的无理要求，居然也老老实实照做了。吉奥想起自己刚在画里醒来时，为了测试这幅画的能力，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，其中就包括在画里画宝石。吉奥把那些宝石做成了颜料，尝试用它们来画画，结果发现这些颜料就像是活的一样。在这个甚至能创造出温热尸体的世界里，似乎没有什么事是他办不到的。所以他很好奇，如果把画里和画外的现实连接起来，会发生什么？于是吉奥拿起画笔，直接在画中刘成云的脸上涂抹起来。果然，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，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，要求他向刘成云提供一份谢礼。吉奥把之前画的宝石放了上去，紧接着一颗真正的宝石直接从画框里掉了出来。刘成云伸手接住了那颗宝石，画框里的吉奥淡淡的表示，这就是给他的谢礼。看着手里这颗散发着光芒的未知结晶，刘成云有些不敢相信，这居然真的是画出来的。他忍不住开口问吉奥，这到底是什么宝石？吉奥却摇了摇头，说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它应该来自地心深处，一个热得足以燃烧一切的地方。那是一个与星球心脏共存的炽热之地，也许是因为像他的某位朋友，所以这颗宝石里也蕴含着同样的温度。对于这件事，吉奥显得非常笃定。经过整整3天的观察，刘成云终于得出了结论，这幅画像根本就不是什么怪物。看着手里那颗神秘的宝石，刘成云嘴里念叨着一个词：根源。这就是他这几天调查出来的全部真相。所谓的根源，是一个超越了所有维度的存在，它不仅维持着宇宙的平衡，甚至还在制定着世界的规则。说白了，它就是一个运转万物的系统，更是众神之神。30年前吞噬地球的那些地下城，其实都是从根源之脉里诞生出来的全新维度，连那些怪物也是这么来的。这就是园丁们才知道的秘密。刘成云心里很清楚，怪物来自地下城，而根源之子来自根源，这两者从源头上就完全不同。可吉奥
却跟他们谁都不一样。更要命的是，桀骜的身上还藏着更可怕的秘密。不知不觉到了调查的第6天，刘成云再次来到画像前，却发现里面多了一些新动静。一只只半透明的蓝色水鸟正绕着画像飞来飞去。桀骜看着这些小家伙，说这些都是他的新家人，因为画着画着上了瘾，索性就多画了几个。看着满屏飞舞的蓝色水鸟，刘成云有些不敢相信，这么多鸟，难道全都是桀骜亲手画出来的？桀骜点了点头，说自己大概画了100只，还吐槽他们全都是话痨，要是这些家伙真有声带，这画里怕是早就炸开锅了。桀骜继续介绍着这些水鸟，说他们平时会聚在一起变成水池，还特别喜欢把各种小玩意塞进肚子里，当成自己的装饰品，而且每只鸟的审美还都不一样。听着桀骜的描述，刘成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。桀骜说话的语气根本没把这些鸟当成普通的画，反而觉得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。他忍不住问桀骜，这些鸟难道是有灵魂的吗？因为在刘成云看来，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怪物的能力范畴。面对这个提问，桀骜自己也有些拿不准，只说自己也不太清楚。可刘成云心里很清楚，就算是那些所谓的根源之子，也根本没有自我意识，更别提像这样跟人正常沟通了。这下事情可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刘成云看着眼前的桀骜，虽然他只是一幅画，却能实实在在的干涉现实，但他身上又没有半点神性，显然跟那些高高在上的神明不沾边。可偏偏桀骜能用画笔凭空创造出命运和记忆，这能力已经够逆天了。刘成云忍不住问他，既然连记忆都能画出来，那是不是连活生生的人也能创造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桀骜的存在就太恐怖了。桀骜却显得很平静，只说自己从没想过要去成事。在桀骜看来，创造生命这种事太越界了，他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，根本没资格去碰这种神圣的领域。桀骜特意安顿了一句，让刘成云别把他看得太特别，最好就当个普通人对待。刘成云嘴上答应着会小心，可心里怎么可能不犯嘀咕？这能凭空画出活物的存在，谁敢真把他当普通人？回去之后，刘成云立刻找会长毕萨博汇报，他还是觉得这画太危险，提议送去协会总部处理。毕萨博却根本不打算放手，在他看来，现在只知道这幅画背后的故事，至于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灵魂强度到了什么级别，甚至在根源里扮演什么角色，全都是个谜。越是未知的宝贝，他就越想留在手里。这下事情可越来越脱轨了。对刘成云来说，像桀骜这种来历不明的危险存在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送去协会进行彻底分析，毕竟这才是对人类最安全的做法。可毕萨博显然不这么想，他笑着提醒刘成云，别忘了当初雇他来是干什么的。毕萨博突然大笑起来，态度嚣张的不行。他说自己根本不需要什么武器，他想要的只是艺术品，这才是他建立工会的真正目的。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表示，自己作为艺术家确实有点骄傲，但作为猎人，他可是一丁点尊严都没有。这下刘成云彻底无语了，摊上这么个任性的老板，以后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了。毕萨博叫住了刘成云，慢条斯理地解释起来，在他看来，真正的收藏家可不会指望艺术品去驱邪或者做美梦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画里隐藏的那个故事，他只想用自己的双手把这个故事完完整整的留下来。听着毕萨博的这番话，刘成云坐在椅子上沉默了，他看着墙上的画框，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而毕萨博却突然笑了起来，那双野兽般的金色眼睛里满是疯狂。他问刘成云，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？他看着墙上的画像，语气里带着一丝狂妄，直接丢出了一句话，我们根本阻止不了他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画像下方的阴影开始悄悄蔓延，就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从画卷深处苏醒过来。毕萨博心里很清楚，虽然这股力量像天灾一样可怕，但好在对方目前还带着善意，而且还能正常沟通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奇迹。不管这幅画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他们都绝对不能放手。刘成云听完总算明白了过来，忍不住开口询问，所以这就是你买下桀骜的原因吗？毕竟这家伙已经在拍卖会路过面，被世人盯上纸是迟早的事。毕萨博微微一笑，直接看穿了刘成云的担忧，反问他是不是为了防范未然，才急着先下手为强。毕竟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这幅画的危险程度早就超标了。既然桀骜把自己当成普通人，那他们不如顺水推舟，直接把他当成普通人对待就行。就在这时，画里的桀骜又有了新动作，他随手画出来的橙色液体居然直接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小家伙。毕萨博忍不住对刘成云感慨，这家伙的恐怖实力跟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。毕萨博劝他把格局放宽一点，在他眼里，桀骜不仅不是什么威胁，反而还是个难得的大好人。毕萨博笑着解释道，桀骜虽然讨厌麻烦，但从来不会因此去怨恨别人，能做到这一步的强者，脾气简直好的没边了，不仅对人有礼貌，甚至还体贴的不给别人立规矩。最关键的是，桀骜居然还会害怕伤害到别人。刘成云听完有些不敢相信，毕竟以桀骜那种恐怖的实力，捏死普通人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，他居然还会害怕伤人。刘成云忍不住吐槽道，你连话都没跟人家正经说过几句，怎么能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毕萨博得意的笑了起来，说要是连这点看人的本事都没有，那他这个会长可就白当了。毕萨博收起笑容，特意安顿刘成云，光是跟桀骜对视一眼，就要打起12分精神，千万别自作聪明去试探他，要是真把人惹毛了，后果谁也担不起。在毕萨博看来，刘成云接下来的任务很简单，平时多陪桀骜聊聊天，顺便定期带他出去放放风就行。听到这个离谱的要求，刘成云整个人都无奈了，忍不住问会长，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？
结果对方还真就一脸认真。这下刘成云也没招了，亏他之前还像个尽职的策展人一样，替工会的前途操碎了心。既然老板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他也只能选择相信会长的眼光。毕萨博笑着交代，要给吉奥提供收藏家能给的最好待遇。夜色渐深，刘成云提着箱子走在街头，其实他心里也松了一口气。能遇到一个这么好沟通的根源存在，实在是太难得了。他本来就不想把吉奥送去协会，毕竟那地方的所谓研究跟虐待根本没有区别。因为很少有人知道，刘成云曾经也是一名园丁，而那个被称为根源的存在，被选中的园丁会把全部心血都倾注进去。毕竟管理好一个花园，直接关系到地下城的难度，所以园丁们不仅热爱这里，更对那些构成花园根基的根源有着无法克制的好奇与感情。刘成云走在冷清的街头，路边刚好有个卖鲷鱼烧的小摊，这年头这种摊子可不多见了。他突然想到，吉奥那家伙平时最喜欢吃东西了。刘成云的脚步骤然一停，看来是打算买点带回去了。既然会长都这么说了，如果吉奥真的把自己当成人类，那刘成云觉得自己就要帮他把这个误会维持下去。刘成云买好鲷鱼烧回到画廊，笑着问了吉奥一个问题：你今年多大了？吉奥淡淡的回答自己29岁。刘成云一听乐了，说自己33岁。可话刚说出口，刘成云突然反应过来，这答案实在太让人意外了。他忍不住感叹了一句：你居然这么年轻。吉奥在话里有些无奈，说自己经常被说长得焦急，但听到这话还是挺伤人的。刘成云赶紧摆手解释，生怕把这位根源存在给惹。刘成云无奈的笑了笑，毕竟在毕萨博眼里，吉奥可是连人类都无法阻止的存在。谁能想到他居然还不到30岁？吉奥倒觉得这可能是个误会，他看着眼前的刘成云，反倒对他的年龄产生了好奇，主动打听了起来。得知刘成云今年33岁，吉奥随口回了一句，说他看着还挺年轻。被一个根源存在夸年轻，刘成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这感觉确实挺微妙。吉奥倒是不在乎这些，既然刘成云年纪更大，那以后说话就没必要这么客气了。刘成云顺口答应下来，直接把买来的鲷鱼烧递了过去。不过他心里还在盘算着，到底什么时候把吉奥带出去最合适。不知不觉到了调查的第17天，刘成云对根源的理解又深了一步。如果把根源比作一个完整的人，那所谓的地下城花园，其实就只是这个人身上的血管或者指甲，他们全都是根源的一部分。吉奥听完这些，觉得这些故事还挺有意思的。刘成云却笑着回了一句：其实你才更让人好奇，毕竟就算被选为园丁，想要管理好一个花园也绝非易事，不仅随时会丢掉性命，还得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。吉奥有些不解地问：既然这么危险，那为什么一定要当这个园丁呢？刘成云解释说，这差事可不是自己能选的，就算他现在当了馆长，园丁的身份也根本甩不掉。他把吉奥之前要的种子递了过去，吉奥到了声谢，直接从画里伸出一只手接了过去。这只露出一只手的奇特场面，刘成云也是头一回见。吉奥有些好奇地问：干这行难道不辛苦吗？刘成云笑了笑，辛苦是有一点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只要一闭上眼，那座高耸的雪山和冰川就会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眼前，那种震撼任谁看了都移不开眼。刘成云感慨道，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，确实是一件挺美妙的事。听到这话，画里的吉奥看着自己的世界，轻声回了一句，他能理解这种感觉，毕竟在这个亲手创造的世界里，看着那些飞舞的小生命，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。刘成云听完笑了笑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看着画框里的吉奥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，你想不想出来看看？要是愿意的话，他可以带吉奥去外面的世界转转。听到刘成云的这个提议，吉奥显然有些意外，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植物，一边有些纳闷的反问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？向根源存在提出这种邀请，绝对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小事。毕竟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摸清吉奥的底细，谁也无法预料他接触现实会引发什么后果。但既然事情迟早要发生，与其一味防范，不如主动去了解。刘成云看着画框，笑着对吉奥说：既然你对外面不太熟悉，那就什么都不用准备，我来给你当向导。听到这话，吉奥看着手里的植物，陷入了沉思。难道自己终于要重新回到人类社会了吗？片刻后，吉奥抬起头对刘成云说：你说的对。接着他主动问了一句：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最合适？吉奥一边喂着肩膀上的小家伙，一边随口念叨着：你爸爸最近心事重重啊。小家伙歪着脑袋叫了一声，似乎没听懂。吉奥拿起锄头开始干活，其实他心里很清楚，外面的人为什么那么怕他，因为只要他一走出去，他的画作就会在现实中显现，这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范围，在他们眼里自己大概是个极其诡异的存在。吉奥还记得那些人看着他说话时的样子，虽然离得很近，却像隔着108000里，就像在面对什么未知的怪物，那种感觉就好像他们之间隔着一层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吉奥看着凑过来的小家伙，笑着安慰他，虽然那种感觉有点奇怪，但他其实并不怎么介意，让他不用担心。说完，他拿起水壶，开始给地里的植物浇水。既然答应了要和刘成云一起出门，吉奥也开始琢磨，得想办法解决两人之间那点隔阂。这部手头的菜园子总算忙活完了，毕竟以前长辈总说不干活的人可没饭吃。旁边的小家伙叫了一声，吉奥笑着对他说：你光是负责可爱就
就已经算是在处理了。这小家伙不仅能听懂人话，身上还暖洋洋的，颜色也跟别的水鸟不一样，是时候给他起个名字了。桀骜一边走一边问他，叫小金怎么样？桀骜自己也觉得刚才起的名字不太行，看着小家伙那嫌弃的表情，他忍不住吐槽自己确实没什么起名天赋。既然之前的名字被嫌弃了，桀骜看着他那像蜂蜜一样的颜色，提议叫他哈尼怎么样？没想到这小家伙一下子就高兴了。桀骜笑着调侃他还挺好说话。忙完了地里的活，桀骜回到了自己的画室，打算把手头这几幅风景画给收个尾，好能早点休息。他拿起画笔，在画板前静静地画了起来，毕竟对他来说，这才是最让他感到安心的日常。听到刘成云的提议，桀骜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顺手拿起了画笔。这一笔落下去，画纸上的海水居然真的动了。紧接着系统提示就跳了出来，开始搜寻对应的维度空间。看来这一趟出门动静可绝对小不了。画面里闪过一片火红，隐约还能看到怪物的影子。这地方一看就不是什么善地，他们到底要去哪？没过多久，系统提示再次亮起，通道已经锁定，这下真的要出发了。画完手头的风景画，桀骜总算能安心睡个好觉了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桀骜还没完全清醒，就被眼前的系统提示给吓了一跳。大清早的，这又是闹样。仔细一看，才发现不仅是那幅会呼吸的大海，连他之前画的动物王国和虚空之城全都跳出了系统通知。这下事情可真闹大了。桀骜这下算是看明白了，原来系统直接把他昨天画完的风景画全都给命名了，画个画就能发现新维度，这操作确实有点离谱。尤其是这幅会呼吸的大海，不仅能直接进入，甚至还找到了什么匹配者。这玩意儿对人类来说真的安全吗？不过转念一想，反正看着挺好玩的，管他那么多呢。他甚至还忍不住自我调侃，估计是系统也嫌弃他起名字太难听，这才急着把命名权给抢走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所谓的匹配者和同步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在系统还算有点良心，桀骜直接点开详情，打算看个究竟。系统给出了一个方案，能让他轻松搞懂这个陌生维度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这个维度里找个同步者，只要对方同意，桀骜就能直接借用人家的身体和灵魂去那个世界到处溜达。不过桀骜仔细一看，这候选人名单怎么有点奇怪？难道只要名字里带个桀骜就行？但转念一想，系统肯定没这么敷衍，估计是筛选了灵魂的契合度。这下可有意思了，看来以后的日子绝对不会无聊了。桀骜看着眼前的系统提示，这幅虚空之城居然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新维度。系统还问他要不要注册，这要是注册了，以后的日子怕是消停不了了。不过他还是果断点了同意。桀骜对肩膀上的小家伙感慨，这么刺激的事不掺和一下实在太可惜了。虽然小家伙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但他对自己可是信心满满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又弹出了新提示，说是遇到了解析问题，而解决的办法居然是直接动用桀骜这个名字。既然系统都把路铺好了，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既然决定了要出去看看，桀骜直接伸手点向了那幅写着乔凡尼名字的画作，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，桀骜直接被传送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里。这粗暴的传送方式让他忍不住开口吐槽。桀骜打量着四周，正纳闷这到底是什么地方。系统倒是很贴心的给出了提示，原来这里是连接到乔凡尼的精神世界。看着周围摆满的药瓶和手术工具，桀骜觉得这里怎么看都像是一家废弃的旧医院。就在他准备四处转转的时候，门外突然走过一个金发男子的身影，桀骜立刻跟了上去。听到身后的动静，走在前面的乔凡尼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过身来，两个人的视线就这么撞在了一起。桀骜愣了一下，主动跟对方打了个招呼，可仔细一看，这家伙居然长着一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。对方微微一笑，态度显得十分优雅。他主动做起了自我介绍，说自己是巴特兰家族的乔凡。桀骜微微弯了弯腰，向眼前的金发男人自我介绍。看着这个和自己极度相似的男人，桀骜心里非常清楚，这就是系统为他选定的同步者。乔凡尼仔细打量着桀骜，笑着感叹两人长得实在太像。桀骜看着那张熟悉的脸，心想自己要是换个发色和装束，简直就像是在照镜子一样。乔凡尼主动搭话，觉得他们相似的绝对不止外表。桀骜却有些无奈的连连摆手，直言自己可笑不出这么温柔的表情，因为天生不爱笑这回事。桀骜以前经常被身边的人误会，大家看他整天冷着一张脸，还以为他背负着什么惨痛的过去，甚至怀疑他是什么危险人物。可谁能想到，桀骜当时脑子里琢磨的其实只是下一顿饭该吃点什么。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走廊里突然传来了开饭的铃声，这下总算可以去填饱肚子了。乔凡尼听完桀骜的烦恼，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，说这让他想起了以前教过的学生。接着他轻声安慰桀骜，只要两人顺利完成灵魂同步，桀骜也能像他一样自如的微笑。桀骜看着眼前的系统提示，心里却忍不住有些犯嘀咕，这所谓的同步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他看着眼前的乔凡尼，索性把心里的顾虑直接说了出来，毕竟同步意味着要占用对方的身体。桀骜直言不讳地看着他，询问他难道心里一点都不害怕？难道就不会怨恨自己吗？这感觉简直和强盗没什么区别。听到这番话，乔凡尼的表情却显得十分坦然，说这根本算不上是抢夺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，他其实早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他的灵魂早已消散在天地间，肉身也早就化为了尘土，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。不过说到最后，乔凡尼的语气里多了一丝无奈，因为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，他的肉身恐怕根本没有得到安息。乔凡尼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他故乡的所有土地其实早就被无情的大海吞噬了。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，桀骜有些吃惊，忍不住向他再次确认，
乔凡尼神色黯然的了点头，承认他的故乡确实已经彻底毁灭。吉奥一时间陷入了沉默，觉得这种沉重的往事实在不适合拿来跟刚见面的人分享，但乔凡尼却坚持要说下去，吉奥也只好静静的当个倾听者。乔凡尼告诉他，现在那个世界里唯一剩下的恐怕只有深海里的人猿，因为他们的星球已经急剧缩小，变成了一个被规则限制的地下城。听到地下城这3个字，吉奥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刘成云之前确实提到过那个伴随大灾变出现的神秘维度，乔凡尼坦言这种概念在他们的世界根本不存在。但就在吉奥呼唤他的那一刻，他瞬间明白了一切，原来他们2个都叫吉奥。乔凡尼笑着解释，虽然2人的名字一模一样，但他们绝对不是同一个人，只是刚好碰上了奇迹，才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2人的命运就要彻底绑定在一起了。乔凡尼的灵魂将直接融入吉奥的体内，这感觉就像是换了个方式重新活过来。随着漫天的金光散落，乔凡尼彻底融入了吉奥的灵魂。接下来，他们将一起去见证这个全新的世界。乔凡尼轻声提到，他会在所谓的源头里继续活下去。吉奥听得一头雾水，忍不住追问这个源头到底是什么。乔凡尼笑了笑解释说，虽然这个词听起来挺陌生，但吉奥其实早就已经生活在里面。吉奥这才反应过来，之前听刘成云提起过这个概念，难道自己住的地方就是源头？乔凡尼却轻轻摇了摇头，说那不过是人类自己起的名字罢了，至于这地方真正的规则和形态，根本没人能说得清楚。而他自己也只是顺应了命运的召唤，选择和吉奥融为一体。不过在彻底融合之前，乔凡尼还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他希望吉奥以后如果可以的话，能顺便帮他照顾一下他们那个世界的太阳神。听到这个惊人的请求，吉奥整个人都懵了，他指着自己难以置信地问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担得起这种重任？乔凡尼笑着安慰他，说自己活着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，但神明如果没有了信徒，迟早会被世人彻底遗忘。虽然太阳神不会轻易消失，但作为他的儿子，乔凡尼还是有些放心不下。其实他的要求也很简单，只要吉奥能记住他，偶尔陪他聊聊天，顺便借用一下他的力量就行。乔凡尼甚至拍着胸脯保证，这绝对不会给吉奥添什么麻烦。吉奥在心里暗自琢磨了一下，这听起来怎么跟去陪孤寡老人聊天差不多。吉奥拍着胸脯表示，自己从大学起就经常做志愿服务，陪聊这种事他最拿手了。乔凡尼听完也松了口气，直接把自家神明托付给了他。乔凡尼顺口问他还有没有别的要求，吉奥无奈的耸了耸肩，光是照顾神明就已经够麻烦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以前在深山里生活的时候，天天都要哄那些老人家开心，这点小事根本难不倒他。就在这时，乔凡尼口中突然念叨起一个名字，阿丽亚。吉奥听得一头雾水，乔凡尼笑了笑解释说，那是他学生的名字。还没等吉奥细问，眼前的画面突然一转，直接沉入了深不见底的海水之中。深不见底的海水里突然传来断断续续的哀求，求他去结束这一切，给那个女孩一个解脱。等吉奥再次睁开眼，人已经回到了现实中的木屋，哈妮正守着2颗亮晶晶的宝石，一脸担心地看着他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系统提示就刷了出来，乔凡尼的专属任务已经开启，不仅要联系太阳神，还得给小美人鱼一个结局。紧接着，一股刺骨的寒意直接袭来，看着急坏了的小家伙，吉奥轻声安慰道：“我没事，哈妮。”吉奥突然感到一阵剧痛，就像肉体被生生撕裂一样，这根本不是他的感觉。系统提示随之亮起，同化率1%。随着同化开始，乔凡尼的记忆直接涌了进来。画面里的乔凡尼强撑着说：“我没事。”原来在那个海滩上，乔凡尼一直守护着那个黑发人鱼，他还在温柔地安慰对方：“没事的。”可他自己却早已痛苦不堪。这幅画背后的真相，远比吉奥想象的还要残酷。乔凡尼轻声说：“我不后悔。”对现在的他来说，这一切都值了，因为那段日子他是真的开心过。画面一转，深夜的街头冷冷清清，路灯忽明忽暗。乔凡尼冷笑着问：“这里很可怕吧？”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太阳。话音刚落，路灯唰的一下灭了，只剩下一轮孤零零的冷月。深夜的办公室里，毕萨博正对着电脑敲个不停，他随手发布了一份新公告，觉得这下应该能防患于未然了。公告里的内容奇奇怪怪，专门提到了那个穿黑斗篷的，不仅让大家别去打听他的身份，还特意交代，要是对方送礼，必须收下。到了第2天，这份公告直接在工会里炸开了锅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交头接耳，都在琢磨这个新来的到底是什么人。有人甚至怀疑他就是前阵子传闻里的那个鬼狐。这下事情可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看着手机上的最新公告，工会成员们心里都泛起了嘀咕：这个整天穿着黑斗篷的吉奥，到底是不是人类？一时间，整个工会彻底炸开了锅，有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，直言宁可不要这份工资，也想赶紧回家保命。保安们也在私底下小声议论，觉得吉奥简直就像个幽灵。不过既然会长觉得没问题，他们也只能照办，毕竟谁也不想因为多管闲事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。可底下的员工还是吓得够呛，毕竟那幅画之前一直由刘成云负责，现在刘成云因为要陪同吉奥而抽不开身，所有的压力全落在了他们头上。看着大家人心惶惶的样子，保安也只能无奈的叹气，琢磨着是不是该找个机会去请那位负责人吃顿饭压压惊。刘成云看着手机，忍不住夸了一句，说这批新员工招得真是时候，刚好避免了内部起冲突。毕萨博听完直接乐了，直言这帮人根本不在乎谁来当主管，比起多管闲事，他们更讨厌加班。
既然已经给工会的人打过招呼，让他们别去招惹吉奥，那内部的安全暂时是保住了。但刘成云还是有些担心，工会内部是没问题了，可吉奥身上那股可怕的压迫感，要是让外面的普通人碰上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毕萨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必须让所有人相信吉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顶级猎人。毕竟现在这个世道，强大猎人就跟大明星一样受关注，只要稍微放点风声出去，他的名号立刻就会传遍大街小巷。刘成云倒觉得这主意不错，因为源头之子的危险程度，全看他故事传的有多邪乎。要是能把吉奥包装成普通人类猎人，反而能省去不少麻烦。毕萨博听完笑了笑，直言：“既然你这个专业人士都这么说了，那这事就这么办。”为了以防万一，刘成云特意订了一家专门接待驯兽师猎人的高档酒店。毕萨博听完笑了笑，直言：“只要不闹出人命，剩下的烂摊子他都能搞定。”接着叮嘱刘成云一定要让吉奥玩得开心。听到不闹出人命这几个字，刘成云心里直犯嘀咕。作为这次要陪同吉奥出门的人，他只求这一路上平平安安，千万别出什么乱子。电梯门唰的一下打开了，刘成云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吉奥到时候能表现得像个绅士一样体面。刘成云刚走到约定地点，脚步一下子就停住了。眼前这个人明显和之前不一样了。吉奥主动开口问：“我是不是让你久等了？”刘成云赶忙回答：“没有，是我来早了。”这一开口，刘成云心里更纳闷了，不仅说话的腔调变了，连之前那种等级带来的压迫感也彻底消失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吉奥解释说自己只是提前做了点准备。刘成云听得一头雾水，根本没明白他指的是什么。其实吉奥是故意收敛了气息，免得一出门就把普通人吓着。现在看刘成云这反应，这招显然是奏效了。转眼到了同步后的第二天，吉奥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正对着手里的哈妮自言自语，说那位神明一切都好，只要找到合适的人，拿到对方的同意，再顺着任务一步步往下走，就能完成最终的同化。虽然让乔凡尼的意识主导，进度会变得更快，但吉奥心里很清楚，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就算什么都不做，同化率也在自己慢慢往上涨，现在已经到了4%。明明是自己从来没经历过的事情，感觉却像是在回忆前世一样。乔凡尼的情感和记忆正一点点融入吉奥的身体，在那些零碎的画面里，乔凡尼是个极其温柔的人，他身上有种特别的魅力。为了和平一直在努力，比起那些宏大的理想，他其实更在乎和家人在一起的平凡日子。这个男人就是乔凡尼。吉奥觉得这种左右脑分开工作的感觉还挺少见，虽然乔凡尼的性格偶尔会冒出来，但想切换回来倒也不难。系统也给出了提示，只要重新用回自己的身份就行。就在这时，肚子却不争气的叫了起来。原来在和乔凡尼同步的时候，他不仅会肚子饿，还得按时睡觉，甚至连家务活都得照样干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在别人眼里，他现在看起来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。吉奥摸了摸肚子，直言自己现在饿得不行，提议赶紧出发去吃饭。刘成云赶紧在前面带路，可走着走着，刘成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之前完全想偏了。原来吉奥说的提前准备，是为了不让普通人被他的威压压垮，故意把自己的气息给削弱了。在刘成云眼里，这简直就像自残一样可怕。想到这，刘成云忍不住转过头，一脸担忧地问吉奥：“身体真的吃得消吗？”吉奥一脸莫名其妙，直言自己好得很。电梯门一开，刘成云心里还在犯嘀咕：吉奥这人表现得太不设防了，要是被有心人盯上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不过比起这个，更让人头疼的其实是那些没眼力劲的家伙，万一真把这位大佬惹毛了，后果谁也担不起。说话间，两人已经来到了大街上，看着眼前这片繁华的景象，真正的考验怕是才刚刚开始。都说10年沧海桑田，但跟上回短暂露面相比，现在的世界变化实在太大了。放眼望去，街上全是奇装异服的家伙，这阵仗直接把人给看懵了。看着眼前热闹非凡的街景，吉奥突然觉得自己先前的担心实在是有些多余。满大街都是全副武装的猎人，即便吉奥已经刻意收敛了气息，可走在人群中，依然瞬间成了全场瞩目地焦点。一旁的刘成云更是暗暗吃惊，哪怕吉奥极力压制着力量，可他身上隐伞发出的压迫感，起码也是 A 级猎人起步。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刘成云特意低声叮嘱吉奥先把卫衣兜帽戴上。看着头顶呼啸而过的轻轨列车，吉奥心中暗自感慨，短短31年，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大了。这时刘成云顺手递过来一张卡，直言坐车买东西刷这个就行，而且这卡根本没有额度限制。这下轮到吉奥有些纳闷了，好端端的，对方怎么突然送起黑卡来了？拿着这张没有额度的黑卡，吉奥心里直犯嘀咕。不过既然对方主动给都给了，那就先刷卡上车再说。可刚一上车，吉奥就有些纳闷，这明明是公共交通，怎么一路上连个鬼影都看不见？难道有什么特殊原因？刘成云在一旁无奈的解释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单纯就是因为票价太贵，普通人压根就坐不起。看着空荡荡的车厢，吉奥忍不住低声感慨，连坐个公交都成了奢侈品。看来不管时代怎么变，资本的剥削还真是顽强。看着空荡荡的车厢，吉奥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这个世界的贫富差距真是越来越离谱了。刘成云看了看手表，解释说平时好歹还有10来个人，但现在是早上8点半，大家早就已经开始工作了，所以车厢里才一个人都没有。吉奥一听直接愣在了原地，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。刘成云却一脸淡定的表示，虽然每家公司规定不同，但现在平均早上7点就要上班，
听到这个离谱的上班时间，桀骜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年头，难道连基本的人权都彻底消失了吗？桀骜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与其回社会当资本的奴隶，还不如继续当一幅会说话的画。就在这时，刘成云突然提起之前送给他的鱼形糕点，桀骜还挺客气，直言过阵子就还这个人情。刘成云赶紧摆手说不用，解释说那只是普通的街头小吃，运气好的话路边就能买到。除了糕点，还有章鱼小丸子和鱼饼之类的。刘成云顺口问了一句，知不知道什么是鱼饼？结果桀骜直接陷入了沉默。这反应让刘成云彻底无语，感觉眼前这家伙有时候根本没把自己当成人类来看待。桀骜在心里暗自琢磨，虽说自己变成了肖像画，但多亏了这非人般的待遇，就算自己缺钱又没常识，对方也完全不计较，甚至还给了他一张无限额度的卡。既然卡都到手了，桀骜直接表示自己想吃那些小吃。刘成云听完却有些为难，解释说因为有人投诉这些摊位破坏市容，现在街头小吃已经很难找了，而且一旦被举报，不仅摊子要被取缔，外地来的摊贩甚至连进城都成问题。桀骜听完直接愣了一下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在这个世界里，城里人和外地人之间竟然有着如此严格的阶级划分。桀骜有些纳闷，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。刘成云叹了口气，直言这其实是现在的社会风气，虽然听起来挺丢人的，但大家确实被划分成了3、6、9等。刘成云拿出自己的执照解释说，在这个世界里，只要是 B 级以上的猎人，或者在城里有体面工作的人，都属于高高在上的1等公民。至于那些普通的城里人，哪怕收入再低，也能混个2等公民当当。而最惨的就是那些从外地来的人，直接被归类成了最底层的3等公民。除了前3等，那些连身份证都没有的流民，直接被归类成了第4等。而最惨的是犯人和红色猎人，他们是第5等。在这个世界里，5等公民根本不算人，一旦遇到，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动手除掉他们。桀骜听完沉默了，这种畸形的社会结构在这里居然已经成了常态。桀骜忍不住问，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？刘成云解释说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建立防线，毕竟在这个世界里，谁也不知道地下城什么时候会失控。刘成云一边带路一边解释，当年灾变爆发的时候，有些怪物根本没被消灭干净，反而直接在地球上安了家。为了防住这些怪物，城外不仅建起了高高的防御墙，连城里的楼房都是用怪物材料建的，就是为了能多扛几下攻击。两人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店里，刘成云接着介绍，城里不仅有专门维持治安的官兵，还驻扎着大批猎人，真要出事很快就能摆平。可这些安全保障全是用资源堆出来的。刘成云点燃了桌上的炉火，直言城里看着是挺安全，但在那些资源不够的偏远地方，怪物随时都会扑过来，只要稍微分个神，小命可就彻底没了。刘成云特意解释，这家店不用怪物肉做食材。桀骜有些意外，怪物这玩意居然也能吃。从盖房子的建材到平时的饭菜，甚至连猎人都成了战争武器。短短31年，这里的常识已经彻底变了。不过好在烤肉的味道一点没变，这大概是这个糟糕世界里唯一能让人感到欣慰的事了。吃饱喝足之后，两人再次回到了街上。刘成云带桀骜来到了清溪川，明明是大冬天，这里却暖和得像个温室。原来是市政部门用魔法做了改造，除了5等公民和危险怪物，任何人都能来这地方消遣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没见过的毛茸茸小鸟飞了过来。刘成云解释说，这小家伙其实也是怪物，只不过是彻底没了敌意的那种，甚至还能用来做绷带。为了和人类共存，这些怪物也是拼了命在进化。结果桀骜刚站了一会儿，这群小家伙就全粘到他身上去了。刘成云笑着说，这些小东西还挺喜欢你。刘成云笑着提议，既然这水是温的，不如把脚放下去泡泡。桀骜有些迟疑，问这地方能随便泡吗？刘成云倒是一脸无所谓，直言这个点反正也没人，既然都这么说了。桀骜索性脱了鞋袜，直接把脚伸进了水。这水确实不太一样，跟以前那种无色无味的水比起来，它清澈的有些过分，甚至还带着一股淡淡的甜味。看着这清澈的溪水，属于乔凡尼的记忆好像又在悄悄影响着他。刘成云突然觉得不对劲，试探着叫了一声桀骜的名字。这里的溪水突然变了，竟然散发出海水的味道。紧接着，桀骜身上居然出现了乔凡尼的影子。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，刘成云整个人都懵了。溪水里泛起奇异的光芒，桀骜就这么静静的看着，就像完全沉浸在了另一个世界里。这下事情可真要闹大了。在这个由记忆交织的幻境里，两个本不该相遇的人，竟然就这么碰面了。刘成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轻声问了一句：“你就是桀骜吧？”面对询问，桀骜大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这下轮到刘成云彻底懵了。等两人从刚才的幻境里出来，刘成云直接带他去办了入住，顺手递过去一张房间的房卡。刘成云特意交代自己就住在隔壁，有需要随时可以叫他。桀骜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。刘成云接着约定了晚饭时间，桀骜点头表示知道了。刘成云笑着告别，让桀骜好好休息。可房门刚一关上，刘成云就再也撑不住了，整个人直接瘫软在走廊里。刚才在溪水边看到的画面，让他到现在都缓不过神来，那绝对不是人类该有的样子。难道是画里的恐怖存在已经察觉到了什么？刘成云在脑海中不停地琢磨。之前这家伙一直自称是桀骜，可刚才他却说自己只是桀骜。刘成云靠在墙上，心里一阵后怕，自己真是太大意了，居然以为对方已经没有了威胁。不管这家伙模仿的有多像人类，他也绝对不是人类，那根本就是大自然本身在披着人类的外衣而已。刘成云躺在床上，心里直发毛，刚才那一幕确实把他吓得够呛。
而另一边的房间里，桀骜正站在45楼的窗前，看着外面的高空景色。那只小怪物也被他偷偷带了进来。桀骜跟小家伙聊得正开心，答应回去再给他做大餐。谁能想到刘成云在隔壁吓得要死，这家伙却在这里没心没肺的逗鸟。不过在刘成云看来，目前的事情还算顺利，至少现在的桀骜还算善良。刘成云看了看手表，心里只求这一路平平安安，千万别再出什么乱子。结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在去餐厅的水道上，桀骜一碰到水身上就有了反应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桀骜整个人就栽进了水里。刘成云急得大喊桀骜的名字，连开船的司机都懵了。可掉进水里的桀骜却像个没事人，反而嫌弃刘成云太吵，说他把司机都给吓着了。桀骜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，自己是第一次在首尔看到这种水道，一时好奇才凑了过去，而且在这里能闻到大海的味道。刘成云有些无奈，直言刚才看他那架势，还以为他要直接跳船，自己只是担心他受伤。桀骜听完客气递到了声线。刘成云看着桀骜，突然发问：“你是不是很喜欢大海？”这问题把桀骜问得一愣。刘成云解释说，因为受到周围怪物的影响，这里的水位比陆地还要高，所以才挖了这些水道来排海水。之前在首尔的水道看到桀骜时，他就觉得这家伙对大海情有独钟。桀骜直接回了一句不喜欢，接着他又补了一句，但乔凡尼好像挺中意的。刘成云有些纳闷，这算是什么回答？桀骜又冷不丁问了一句：“这里是不是也有美人鱼？”听到那句也有，刘成云立刻抓住了重点。看来这家伙跟大海或者美人鱼绝对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去。毕竟在这个世界里，那种长得像美人鱼的怪物确实偶尔也会冒出来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神话和传说只要有人相信，就会变成活生生的怪物。现在的地球就像是一个被规则限制的巨大游戏盘，甚至连系统任务都冒了出来，要求去终结那位美人鱼公主。正想着船已经靠岸了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海螺建筑，这就是他们要去的餐厅。这造型确实够夸张的。刘成云介绍说，这家餐厅其实是地下城遗迹改建的，难怪造型如此显眼。桀骜有些纳闷，追问什么是固定地下城。刘成云解释说，地下城主要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老实待在原地的固定型，另一种是到处乱跑的移动型。其中最让人头疼的是没有任何实体边界的虚拟地下城，只要凑齐了特定条件，随时随地都会把人强行拉进去。比如晚上在便利店加班的打工人，可能一转眼就掉进了深渊。桀骜听完直摇头，这规则也太不讲道理了，买个东西都能被怪物抓走。刘成云叹了口气，直言这种地下城虽然少见，但根本没办法提前防范，早就成了城里人最大的噩梦。刘成云感叹现代人的烦恼太多，这才催生出各种奇怪的固定地下城，甚至凭空造出了地球上没有的地形。就拿这家餐厅来说，当年其实是个跟做饭有关的地下城，一个不会战斗的普通厨师阴差阳错被卷了进来，谁能想到他做的一道家常菜居然直接把地下城的老大感动了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通关了。通关之后，厨师觉醒了专属职业，如今年近100岁，居然还在后厨掌勺。桀骜听得一愣，92岁了还要天天干活。刘成云笑了笑，直言对方看着也就50出头，听说只要达到 C 级以上，觉醒者的衰老速度就会变慢。桀骜听完直摇头，90岁了还得天天打工，这世界未免也太卷了。刘成云接着科普说，有些地下城通关后，异界的地形会直接留在地球上，还有些就像游戏里的传送门，进去了才能开启任务。听了这一大堆规则，桀骜倒是听得明明白白。等这顿饭吃的差不多了，刘成云笑着问他合不合胃口。桀骜擦了擦嘴，直言这顿饭简直太棒了，让他想起了以前和徒弟们吃饭的日子。刘成云看着吃得正香的桀骜，笑着说只要他开心就好。不过桀骜这旁若无人的气场，可把旁边的食客给吓得不轻。刘成云在心里直叹气，这家伙要是想融入人类社会，好歹也注意一下周围的视线啊。为了打破尴尬，刘成云提议等会儿去景福宫转转，直言那可是首尔旅游的必去景点。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，桀骜一下子失神了。以前他当老师的时候，经常带学生去那里春游，看着如今这个满是怪物的世界，他忍不住担心当年那些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收回思绪，桀骜轻声应了一句，说自己很期待接下来的行程。夜幕降临的景福宫里早已挤满了前来打卡的猎人，为了能够融入这里，两人特意换上了传统的韩服。刘成云笑着夸赞道，这身衣服非常适合桀骜。桀骜也客气地向他道谢，虽然旁人少不了指指点点，但桀骜根本没放在心上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穿上韩服。以前当老师光顾着带学生，根本没有机会体验这些。以前带学生们来春游时，虽然孩子们总是抱怨无聊，但看着他们穿韩服拍照，其实也算是一件趣事。可一转眼之间，当年古色古香的旅游胜地，如今却已经彻底变了样。桀骜看着天空中漂浮的异物，忍不住开口询问身旁的刘成云，那些在空中飘着的到底是什么？刘成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时间竟然也有些答不上来。刘成云缓了缓神，解释道，那些漂浮的怪物其实是活着的传说，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童话故事。不过这种被称为起源之子的存在，平时根本不会在旅游景点露面。听到起源之子这个词，桀骜隐约觉得有些耳熟，便顺口多问了几句，想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。刘成云耐心地向他解释，所谓的起源其实就是众神之神，负责维持整个宇宙和所有维度的平衡。简单来说，它就像是一个制定规则的系统。桀骜这下总算听明白了，原来搞了半天，这东西其实就是个系统。
虽然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很像人类，但思维方式却完全不同。说白了，他们只是大自然模仿某种概念的产物。因为这些起源之子太擅长伪装，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吉奥听完有些好奇，顺口问了一句：“难道普通人看不见这些东西吗？”刘成云点了点头，直言：“能看见他们的人确实少之又少，在过去根本没人能像这样直接看到他们。”刘成云在一旁默默听着，他喝了一口手中的饮料，心里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。随着地球被起源和地下城影响，整个生态系统都发生了改变，虽然概率极低，但确实开始有人能看见那些怪物。吉奥直言自己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。吉奥听完也接了一句，说自己好像也能看见他们，毕竟他可是通过画像觉醒的。这话一出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。吉奥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家伙该不会又把他当成怪物了吧？但表面上他也只能尴尬的应和着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动静，吉奥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阵打斗声。走近一看，两个穿着韩服的人正扭打在一起，围观的人都在小声嘀咕，说这两人要是再不停手，一会儿肯定会被守卫给抓走。就在这时，吉奥面前突然弹出了系统提示，要求他建立安全框架，任务奖励居然是一个印章，这让吉奥感到有些纳闷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发布任务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守卫就已经赶到了现场，直接把其中一个穿蓝衣的年轻人给强行拖走了。旁边的人还在替他感到惋惜，说这小伙子看着挺老实的，怎么偏偏就被盯上了？吉奥在暗处默默看着这一切，看来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平。系统界面直接弹了出来，好家伙，危险等级居然是满星5颗星。他在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家伙绝对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让这么一个危险分子在街上瞎晃悠，真的没问题吗？吉奥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他有些纳闷，难道是自己刚才盯得太用力，被对方发现了？就在这时，哈尼叫了一声，直接飞到了他的手上。刘成云正走着，突然被头顶飞过的哈尼吓了一跳。吉奥见状，赶紧把哈尼藏到了身后，尴尬的打了个哈哈。刘成云一脸无语的直言：“你现在藏也没用了，我刚才早就已经看见了。”刘成云仔细瞅了瞅，有些纳闷的问道：“这难道就是你之前说的那只水鸟？虽然颜色看着不太一样。”吉奥大方承认了，还介绍说他的名字叫哈尼。刘成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直言名字根本就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家伙怎么能带到现实世界。吉奥倒是一脸淡定的回答：“好像确实可以带出来。”刘成云彻底无语了，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：看来这地球迟早得完蛋。这种情况让他回去怎么跟上面汇报？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刚才那个男人此时正躲在暗处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。吉奥走在街上，心里却有点犯嘀咕。刚才那家伙的眼神实在有些吓人，感觉对方对自己充满了敌意，要是再碰上，指不定的打起来，要不还是先撤吧。想到这里，吉奥直接跟刘成云提出自己想先回酒店休息了。刘成云虽然有些意外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不过走归走，吉奥还不忘再买3杯年糕带回去。刘成云也是服了，这家伙还真是个吃货。可他们没有注意到，黑暗中已经有人悄悄跟了上来。男人一边在小巷里走着，一边在心里直犯嘀咕：刚才那个带着韩立的黑衣男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换做平时，他早就上去盘问对方了。可刚才那家伙明明捂得严严实实，却给他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而且那家伙身边跟着的，不就是策展人刘成云吗？男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那家伙绝对是个觉醒者。虽然刚才只是对视了一下，但他总觉得自己的底细已经被对方看穿了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能窥探别人记忆或者看透过去的觉醒者，其实并不少见。但刚才那家伙给他的压迫感实在是太诡异了。太阳教团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，男人好不容易才爬到祭司的位置，就是为了布下这个局。要是被那家伙发现并告密，那所有的心血就全白费了。看来只有除掉那家伙，才能永绝后患。就在男人暗自盘算的时候，头顶突然传来一声鸟叫。他抬头一看，顿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这地方怎么会有他从没见过的鸟？男人看着栏杆上的小鸟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难道刚才那家伙是个驯兽师，特意派个小东西来跟踪自己？这手段未免也太稚嫩了，简直就是新手才会犯的低级错误。男人冷笑一声，正好顺藤摸瓜，把幕后主使给揪出来。话音刚落，男人直接伸出巨大的兽爪，一把将小鸟死死捏在手里。本以为手到擒来，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手里的感觉就不对劲了。这小东西不仅没被捏碎，反而开始剧烈的发烫冒泡。这下轮到男人彻底懵了。谁能想到那只被捏在手里的小鸟竟然会突然炸开？这下男人彻底栽了，直接被恐怖的力量一下子吞没。而另一边，安静的房间里，吉奥正若有所思的躺着，突然轻声唤了一句：“宝贝。”大半夜的，吉奥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因为他突然感应到自己的小宠物已经消失了。这下他是真的有些崩溃，嘴里忍不住念叨着求放过自己，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吉奥无奈得简直想哭。好不容易清闲一会儿，结果又给他整出这档子事。窗外的夜风呼呼的吹着，看似平静的城市里，这下怕是又要掀起不小的风浪了。